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前阵子有个患者来找我，他说他老是被人家嘲笑，说脸很暗啊，说很多次了。他自己也觉得说脸色怎么越来越发黑，越来越干瘪。可是他身体没有不舒服啊，为什么就脸越来越黑？然后他觉得越来越不漂亮。他以前啊那个白里透光啊，皮肤水嫩哎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还发黑耶？这一集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医怎么样打造你的皮肤水嫩肌。其实中医在调理患者脸色白亮这件事情啊，就是用一些美容的药物做调理。中医在调美容呢，其实就是在讲皮肤的营卫。现代医学说的皮肤屏障呢，其实跟中医的营卫气有关系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好了，这张图呢是皮肤的构造，在皮肤下面有很多的小血管哦，这些红色、蓝色的呢是皮肤的动脉跟静脉，这些血管呢营养比较充足，然后循环很好，皮肤就能够亮起来，能够润泽，因为营养好啊。那下面的弹力纤维的网路也要够丰富哦。这些支撑这些微循环啊，这些腺体的细胞啊，就是我们的纤维芽细胞，这些胶原蛋白跟纤维芽细胞够多，它才会形成一个网路，然后呢，皮肤保水度才会好，循环好，保水度好，那这些皮肤的细胞也长得好，那营养就可以带过来这里啊，你皮肤就会一看起来就是水亮又白嫩。我们可以把皮肤的表面呢想成一个大森林，那你这样子从上面看下去啊，哇，这叶子要油油亮亮的，整片森林要好看，那你一定要这个森林里面下面的土壤够丰富啊。土壤丰富就是指保水度，土壤的水分够，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啊、矿物质这些肥料要够啊，那这个就是营养要充足，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脾土。那脾土呢，就是我们营卫气的来源啊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这些土壤也仰赖于老天爷赏赐啊，阳光充足，树木才长得好嘛。阳光就是能量啊，这就是讲我们的肺气，就是讲我们皮肤的气血要能够充足，我们的皮肤才会亮，然后呢，皮肤才会有光泽，才不会一直长皱纹。所以皮肤的气血就是肺气跟脾气，要把它调好。中医说肺主皮毛，其实讲的就是肺气跟脾土啊，消化系统要够好，才有办法生成好的营养、肥料、土壤，提供充足的养分送到皮肤去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调皮肤都在调肠胃道。很多人呢，他就来找我调肠胃道，然后呢调呼吸道过敏，就是调脾气跟肺气啊。调一阵子就是说，医师，你怎么调一调之后，我皮肤变很亮跟同学照相啊，他们说啊，你皮肤怎么变得还会反光我说其实呢，我调你的这些呼吸道跟消化道啊，就是调你的营卫系统。那你营卫系统好了，你皮肤自然亮啊。我们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啊，有诸内者，必行诸于外，也就是说，你脏腑的功能呢，一定会表现在你的皮肤。那中医又说，脾为后天之本啊，健脾对于修复皮肤的屏障是很有帮助的哦。另外，中医有一个著名的美颜方叫七白膏。它是在元代御苑药方里面的一个医书里面处方，它里面的7种药啊，都是有祛风、润肤、增白的效果。那其实里面的药也都是入脾胃的哦。皮肤要润泽的话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脾胃保养好。那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啊，像我有个病人啊，他就来看痘疤的，他脸看起来就很暗啊，我就给他一些祛风清热的药物，因为他发炎反应没有好嘛，所以我就给他板蓝根啊、玄参啊、普济消毒饮啊，清热解毒，然后呢再给他治一下肾阴。那像什么山茱萸、山药这些啊，就给他吃一吃，一段时间痘疤退了，脸也回亮回来了。那有些老人家，那有一些老人斑，他想要祛斑的，我会给他一些特别会抑制黑色素的一些药物，像是什么呢？像是夏枯草啊、山茱萸啊、白头翁啊、黄连这些，经过研究呢，他们对黑色素形成这些机转有很强的抑制作用，我就会特别去选这些药物，让脸色可以变得比较白一点。那有些药物是特别可以让皮肤的保水度变好的，这是养肾阴的药物，像是黄精啊、熟地啊这些药。那像太平盛会方里面有提到一个去老养容丸，
那就是把黄金跟生地跟黄芪一起煮，就可以让脸色又白又亮。那其实蛮有道理的哦。黄芪就是补气，它可以让我们肺气充足。那黄金呢，脾肾双补，它可以让我们的消化系统跟元气都可以变得比较饱满一点。生地呢就可以滋阴清热。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皮肤啊、黑色素这些机转，它都有处理到。所以当然呢，这个做一个日常的保养，让我们气色变好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精神活力变好，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养生茶饮。其实这就是中医的微妙之处啦，顾好我们的五脏六腑，也是等于顾好我们的皮肤。所以有时候中医师啊调体质调一调，不是只有身体症状变轻松哦，脸也变漂亮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保养之道。如果呢你想要保养你的皮肤，也想要保养你的脏腑的话，这些茶饮可以加减搭配一下。大家学汉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